亲爱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个小知识，是平常我们都经常用到的。怎样蒸出的馒头又大又鲜的秘诀。我是北方人，比较爱吃馒头，而且北方的农作物主要为小麦，而南方一般都是大米。所以说呢，北方人的主食主要是为馒头、面条、饼之类的一些面粉做的食品。做馒头呢，看似很容易，其实呢，其中有一些小窍门、小方法，能让你蒸出的馒头呢，又大又白又鲜，口感特别好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来讲讲，这些做馒头的秘诀，和大家分享一下吧。如果有爱吃馒头的北方的、南方的朋友，都可以看一下，也可以试做一下。如果你掌握好了这些小窍门呢，保证你做出来的馒头是你自己非常满意的，口感也特别好的。馒头的配方，馒头大家都知道，肯定主要的配方就是面粉啦。面粉我们一般不要选很白很细的那种，如果是自己吃，为了健康和安全呢，还是选颜色比较暗一点，而且也不用那么白那么细，因为天然的才是健康的嘛。经过后期加工的一些，它又损失了一些营养成分呀，或者又添加了一些这个剂那个剂，其实是不安全的，还是我们比较原汁原味的面粉比较好。虽然它不漂亮，但是是健康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酵母粉。酵母粉大家都知道，一般我们做糕点的时候，面包呀、蛋糕啊之类的也会遇到酵母粉。酵母粉分为两种，第一种是这种干的，小细粒粒的，或者是面儿的；还有一种是新鲜的鲜酵母。新鲜的呢，就要放在冰箱里保存冷藏了，而这种干的呢，我们买回来一袋一袋，可以放在冰箱里放很长时间的，随吃随用。第三，水这个就不用说太多了，大家随意，什么样的水都可以，纯净水、自来水，或多或少，差不多就行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，这是选项，大家也可以用，也可以不用，根据自己的爱好，或者根据自己的口味儿，可以选牛奶了、糖了、鸡蛋了，这也只是其中说的3种，还可以加入五谷杂粮啦，可以加入南瓜啦、蔬菜啦，会加入别的一些你喜欢的东西啦，果汁儿啦、水果啦，都是可以的。只要你喜欢什么，你就可以加什么。只要你有你爱好的口味儿，或者你需要的一些摄取的一些微量元素，你都可以加。如果是有些生病了的人，他也可以需要加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，都可以加的。这个是选项，大家用，加也可以，不加也可以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和面和发面的操作步骤和重点吧。这个是比较重要的，分为几个步骤呢？大家来看一下。配料呢，我们来用1公斤面粉来做标准吧。一般1公斤面粉，加入10克左右的酵母就可以了。水适量，如果有喜欢配料的，可以加入配料。第一步呢，我们把面粉放入盆中，然后用温水化开10克酵母，一手用筷子，另一个手，把酵母水缓缓地倒入面中，边倒酵母水，我们边搅面粉，让酵母水和面粉充分的并且均匀的融合。
然后我们再把面慢慢的揉，把散面团慢慢揉合成一个大面团。揉成一个大面团以后，我们再慢慢的把面揉得光滑。然后呢放置在一边。然后静等。第二步呢，时光流逝啊，1秒、1分、1小时，慢慢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面团了。发好的面膨胀的很大，里面呢有很多空洞啊，一个一个的孔。然后呢，我们闻起来呢，有一种淡淡的酸味儿，还有清香味儿，是这种面的清香味儿。因为它酵母起的作用吧，它空洞里面充满了空气，让面膨胀起来。这时候如果你看一下，用手划一下这个面，看见它中间有很多空洞，并且膨胀的很厉害，这说明这个面就发好了。发好的面团，有时间是很软的。这根据你加水的多少。加水多了会很软，如果加水少了呢，就没有这么软。如果是很软呢，我们可以再加入生面粉，重新再把它揉合一下，就没有那么软了。揉好的大面团呢，我们把它揪成一个一个的小面团。小面团我们再使劲揉出漂亮的圆形，然后就成了一个个的馒头。把揉好的馒头放在一边，然后弄上锅，里面放上水，然后把馒头放在笼屉上。一般蒸馒头呢需要20到30分钟的时间，差不多就蒸好了。如果馒头蒸了20分钟和30分钟呢，到底是蒸好了没有，你并不知道。如果有经验丰富的，他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如果不大知道的，没有蒸过的呢，你就可以打开锅盖，用手轻轻按压一下馒头。如果馒头它接着就弹起来了，很有弹力，恢复了你按压之前的样子呢，这说明馒头是100%蒸好了，熟了。如果你按下去以后，馒头就塌在那一个坑，就说明时间还不够，需要再继续蒸。所以就继续盖上锅盖蒸吧。下面呢，我们再看一下，这蒸馒头的重点和秘诀。我分享一下我多年的经验吧。馒头好吃，但是它有一些秘诀的，否则蒸出来的馒头是又硬又黑又重，像一个个石头一样，那就一点都不好吃，也没什么意义。做一顿忙活一顿做出来的饭不好吃，也很沮丧的。我们看一下重点呢。第一个，我们在北方呢，四季分明，冬天很冷，夏天也很热，所以也是有一些不同之处吧，因为季节的变化嘛。所以在夏天呢，我们就用水发面的时候，就用平常的水就可以，面很快就发开了。而在冬天比较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用一些热的温水，不烫手的水，能明显感觉到很热乎的水来发面，它就发得很快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在把干酵母用水化开的时候呢，用温水把它化开发面，这样呢，它那个酵母经过加热，把温水的加热，把酵母的作用发挥到极致，或者叫酵母呢，它更快的再产生酵母，这样。第三点呢，就是和好的面呢，我们要把它放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。夏天呢，我们无所谓放在哪里都可以，但是比较寒冷的冬天呢，如果冷，它很长时间它都发不好，还是硬硬的一大坨。如果能把它放在一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一般呢，我们就会选择放在暖气上呀，放在地暖上呀，放在炉子旁边。但是也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，就是我们隔盆加热，用一个大的盆里面放一些比较热的水，然后把这个和好面的盆子呢放在这个大的盆里，就叫隔盆传热吧。这个发面呢是很快就会发好的，因为热的作用嘛。然后第四点呢，我们来说一下，就是我们发好的面如果酸味比较大，
发好了以后，我们一打开啊，用手一划啊，空气孔都看到了，然后里面的气体也跑出来了啊，很酸呀，啊，酸味比较大，就是发面发的时间长了。我们可以用碱水中和一下，碱水就是用一点点的食用碱加上水，然后我们把它这个碱水呢倒在这个发好的面里，把它掺和一下，然后它就没有这么酸了，因为碱水、碱和酸是中和的嘛，它就不会这么酸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讲一下第5点，我们第5点就在蒸之前，在蒸之前呢，就是这个揉好的馒头呢，我们最好把它静置10分钟或者长一点时间，让它2次发酵，再发酵1次，因为我们揉，就是摁呀、压呀、按呀，它的那些孔啊或者什么，它就有点把它就是按实了一样，它会硬硬的，所以我们把它揉好以后，再让它放在案板上，让它静置10分钟、20分钟，让它再次发酵，让它中间又出现这种空气的这种冲动，让这个空气再把它顶开，让它再次膨胀所以它会很松软蒸出的馒头。然后再讲第6点呢，这也是比较重点的一点，一般人他不会想到，就是呢我们用冷水来蒸。我用烧好水以后再把馒头放上，这样是不好的，也是不对的，馒头是不很好吃的，发的也不好。我们就是让它再次发酵以后呢，我们把它放在锅里，之后的锅里的水呢是冷水，然后呢放在锅里以后，我们再打开火，让这个水慢慢的加热，让这个馒头在锅里呢，在锅里放着这个水呢，水蒸气呢，慢慢的对这个馒头加热，然后再让它发酵一下。所以用冷水蒸是非常好的，它能让馒头再次发酵，再次膨胀，再次松软。比较重要的一点吧，这6点呢，大家看清楚，如果蒸馒头的时候能用到它，肯定让你的馒头口味不一般，吃起来香喷喷的。大家看一下吧，又大又香的馒头终于出锅了。这个馒头啊，能做出很多种，有五谷杂粮的、花的、红枣的、鸡蛋、牛奶的，还能做出各种各样的造型。看这小蝴蝶、小刺猬，我们把它做好了给我们的小朋友吃，他们都是又爱吃又高兴的。好了，今天呢这小知识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现在呢，我想普及一下小百科了，就是讲这个馒头。馒头呢是一种把面粉加酵母、水或者食用碱等混合在一起均匀，通过揉制、瓤发后蒸熟而成的食品。成品呢，外形多为半球或者长方形，味道松软可口，营养丰富，炎黄子孙最亲切的食物之一。制作馒头所需要的原料呢，为面粉、发酵粉、水、碱。面粉经过发酵制成馒头呢，我们的胃更容易消化吸收。馒头呢制作呢比较简单，携带比较方便，存放呢也是比较容易的。做一次呢，我们可以吃好多天。好了，小知识、小窍门呢，我就给大家分享完了。如果大家觉得好呢，就给点赞一下吧。以后我会继续努力的，谢谢大家。